尔多安又赢了，美国大失所望，普京一针见血指出获胜原因。各位好，欢迎来到新乐锐评。各国十分关注的土耳其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选举的结果丝毫不令人意外，埃尔多安再次获胜。虽然说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政坛混迹了几十年，但这次选举堪称其政治生涯中最为惊险的一次。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前，很多西方媒体都认为这次他很可能会与总统的职位失之交臂。从选举的结果来看，在第二轮投票当中，埃尔多安赢得了52%的选票，而他的对手克勒齐达尔奥卢则获得了将近48%的选票。从数字上看，两者之间还是有些许差距，但是考虑到埃尔多安在总统宝座上坐了这么多年，政治资源比对方要丰富很多，因此这次胜利可以说是一次险胜。在埃尔多安赢得选举之后，多个国家领导人都对他发出了贺电。美国身为北约的话事人，在第一时间就向埃尔多安发去了贺电。拜登表示，期待能够和土耳其这个北约盟友一起，在应对全球挑战问题上一起努力。英国首相苏纳克也表示，期待两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北约的安全威胁。英国和美国的贺词当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着重提到了北约这个军事联盟。在分析人士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句贺词，更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埃尔多安的一个警告，警告他不要忘记土耳其的北约成员国身份。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埃尔多安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十分的不满，希望他能够在这次的选举中败下阵来。可选举的结果却让美国大失所望。虽然拜登很不高兴，但出于外交礼节方面的考虑，他还是向埃尔多安发出了贺电，于是便出现了贺电中掺杂着警告的这一幕。当然了，作为埃尔多安的老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选举结果出炉的第一时间就向对方表达了祝贺。据悉，普京高度赞扬了埃尔多安的执政能力，并指出这次获胜是他为土耳其鞠躬尽瘁的必然结果，证明了该国民众十分肯定他在加强国家主权以及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上所做出的努力。在分析人士看来，普京的贺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埃尔多安获胜的原因所在，同时也点明了西方国家对埃尔多安再次当选的不高兴所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土耳其并不是西方国家所希望看到的，美国想要的是一个紧紧跟随北约政策的听话盟友，而不是现在的土耳其。关于这次选举，西方国家在媒体上没少宣传埃尔多安的负面消息，可是土耳其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正因为他们拒绝成为美国的附庸，才造就了埃尔多安的又一次胜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